577再度被刺，推进石油公司国有化，将俄罗斯赶出去。北约最终警告，2030年俄罗斯将入侵欧洲。俄军向北约开火，空袭伊兹梅尔港。罗马尼亚紧急部署，新协议通过，阵风战机将在乌克兰本土生产。乌克兰一夜重击俄3大电网，清理红军村26平方公里。美欧联手清算俄影子舰队。缺钱缺疯了，俄计划向乌北战区开展战争旅游项目。精彩资讯马上开始。577最近有点焦虑，不是因为之前被自俄罗斯感到压力山大，而是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一不小心制裁到了他。美国最新制裁方案宣布，塞尔维亚石油工业公司必须马上清除其俄罗斯股东，不然别想从输油管道抽取石油。这方案一出，577立马坐不住了。俄罗斯可是他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把俄罗斯赶出 NIS， 这不是要他被刺好兄弟吗？所以577焦虑再三，终于做出艰难的决定，这事儿得加钱。577的焦虑不是没有原因。NIS 手握塞尔维亚唯一一座炼油厂，管理全国400多家加油站，塞尔维亚1半以上的能源供应都靠这位大爷接济。但问题是 NIS 名义上属于塞尔维亚，俄罗斯方面却占股 55.8%， 其中直接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甚至占股超 44.5%， 塞尔维亚仅占股 29.9%。 这样一对比，瞎子也看得出 NIS 到底跟谁姓了。因此577眼前只有2条路能走，一是跟俄罗斯大股东们统一战线，坚决抵制美国制裁，结果很可能是塞尔维亚人民无法加油，全国工厂齐齐停工；二是跟美国统一战线，坚决抵制俄罗斯对 NIS 的控制，结果可能是大股东流失， NIS 从此一蹶不振，还可能被俄罗斯直接断供天然气。无论哪条路都像是绝路。陷入左右脑互搏状态的577回想之前的种种决定，从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到跟随欧盟和美国加入对俄制裁，一时哽咽。难道又要再次被刺我的老大哥吗？直到现在，他终于做出决定，塞尔维亚将不得不收购俄罗斯股份，让 NIS 国有化，即把俄罗斯赶出塞尔维亚。但想要完成这事儿，还得加钱。当然，577的加钱并非真让欧盟给他钞票，而是让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帮他收拾下烂摊子。NIS 牢牢把控着塞尔维亚的石油天然气生意，俄罗斯股东铁定要敲诈一笔。正如577所言，塞尔维亚的金融机构正面临巨大风险，因此577希望欧洲的盟友也能加入这笔收购计划。为了这，他特意还弄了一份融资计划，时刻等待有缘人帮助塞尔维亚一起赶走俄罗斯人。那么欧盟方面会答应吗？在火力军看来，可能性很大。欧盟很清楚，塞尔维亚现在对俄罗斯的行为都已经称不上背刺，而是贴脸开大。之前577还尝试与俄罗斯骑墙，是因为形势没有那么严峻，不需要他做出选择。现在不一样了，已经涉及到塞尔维亚自身经济等问题，577必须做出决定。而他的决定也没有让大家失望，那就是接着跟俄罗斯对着干。面对这个诚意满满的反俄盟友，欧盟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相比之下，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不仅失去了未来，除了好兄弟的疯狂背刺，在战场之上，俄罗斯还将失去俄乌空中的主动权。乌克兰这边，阵风战机生产协议已正式落地。上一个视频，火力军提到，乌克兰即将向法国采购100架阵风战机，不少俄粉立马跳出来说火力军在吹牛，法国和乌克兰也在吹牛，因为他们认为乌克兰既没有足够多的 money 完成这笔交易，法国更没有与之匹配的生产能力交付。不少俄粉甚至发誓，这笔交易要能达成，他们就给乌克兰捐款。现在看来，俄粉们恐怕要掏腰包了。首先是乌克兰的资金问题，乌克兰媒体乌克兰在线已经透露，乌克兰即将从欧盟中获得68亿美元。这笔钱很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而剩下的被冻结资产还有1600至1800亿美元。按照联盟的规划，几乎可以确定，日后这笔资金也将以各种形式投入到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中。资金问题已经解决，那生产问题呢？让各位俄粉失望了。法国和乌克兰早就解决了这个麻烦。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泽连斯基与马克龙正式签署了一份旨在扩大长期防务合作的意向声明。该声明除了确定乌克兰向法国采购100架阵风，还包括一项技术转让和建立联合生产线的协议。这下好了，俄罗斯不用再担心法国是否能生产那么多阵风，因为乌克兰本土也在进行生产。随着联合生产线的搭建，法国和乌克兰齐齐发力，2035年前让阵风飞向前线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
在火力军看来，这项生产协议最大的意义并非给乌克兰送来阵风，而是带来宝贵的战机生产技术与经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到了空中大型战机对抗领域却是力不从心，既是因为工业基础薄弱，也因为相关经验严重不足。但现在随着乌克兰实现阵风本地化生产，其航空航天工业的技术能力将提高到一个很恐怖的水平。至于到底有多恐怖，恐怕会像一位乌克兰官员说的那样，乌克兰未来可以自主生产本土的阵风战机。在乌克兰获得阵风的同时，战场另一头的俄罗斯却开始坐不住了，又在对北约国家实施更加频繁的侵扰。对此，一位北约官员做出最终警告，普京或许马上会向北约开战，而且时间不会太久。俄罗斯对北约的侵扰已持续相当长时间，不过大部分人还只将其当作威胁，让北约不要插手他跟乌克兰的战事。但一位北约官员却并不这么认为。据欧洲真理报报道，欧盟国防事务专员安德留斯·库比留斯在维尔纽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警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2到4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攻击，而波罗的海国家是最有可能的目标之一。库比留斯还表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他认为最晚在2030年前，普京就会下令打击北约国家。库比留斯这番警告看似是夸大俄罗斯的威胁，火力军却认为他的话或许并不是危言耸听。一方面，北约与俄罗斯始终存在根本性分歧，如普京在2022年挑起俄乌战争，核心诉求之一就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要求不但乌克兰不答应，北约也不会答应，于是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其次，在战争期间，北约始终站在正义的立场，力挺乌克兰。尽管北约没有主动派遣部队介入，但一直都向乌克兰送去源源不断的战略补给。一发北约大导弹丢下来，砸得俄军后方叫苦连连。北约种种行动让普京恼怒至极，这才有了派出无人机和有人机对北约东翼国家进行侵扰的行动。当然，这些还只是观察。当普京确定北约大致的军事防御布局以及完成对乌克兰的侵略时，便会彻底撕下伪装，对北约采取大规模进攻。正如库比留斯所言，这种情况下，波罗的海国家可能成为可供新一轮侵略目标。当然，以上论述是火力军的个人推测，以及库比留斯专员的观点。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其实，从真实情况来看，无论是火力军还是议员都保守了，因为不用等到2030年，现在俄军就已经将枪口对准了北约，并扣下了扳机。据德国通讯社报道，夜间数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奥德萨地区的伊兹梅尔港展开袭击。现场画面显示，俄罗斯引燃了一艘装载液化天然气的船只，船只燃起冲天大火，火势隐约有蔓延的迹象。俄军袭击乌克兰港口并不值得关注，毕竟乌克兰也没少炸飞俄罗斯重要海运枢纽。值得重视的是，该港口有着极为特殊地理位置。据悉，该港口属于乌克兰的港口，但它紧紧贴着旁边的罗马尼亚，甚至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河多瑙河也组成了它的一部分。因此，俄军的袭击看似针对乌克兰，实际也等于向北约成员国开火。之前俄罗斯无人机就曾多次飞入罗马尼亚领空，罗马尼亚官方也承认境内发现多个无人机残骸，但官方还只是简单认为俄军现在只是在做侦察而已。现在好了，俄罗斯演都不演了，直接向紧靠国土的港口发动袭击。袭击发生之后，罗马尼亚已经开始疏散图尔恰县普劳鲁村的居民。国防部同时表示，俄军的确是袭击的凶手，不过由于天气条件不利，他们无法迅速调集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经过这波袭击，相信北约已经清楚，俄军对北约的侵犯已经由无人机侦察升级为了武力打击。罗马尼亚边境的事只是开始，如果再不进行强有力的反击，那么俄军的下一次袭击行动就只会是某个北约国家的境内了。看着自己的盟友被俄军无故打击，乌克兰忍无可忍，一夜重创俄罗斯3大电网，红军村也传来大捷。能源设施始终是俄罗斯经济的大腿，如果打断这条大腿，俄罗斯还能蹦跶多久？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乌克兰对俄罗斯电网发动雷霆打击，而且这次是多点开花。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俄罗斯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州遭遇乌克兰无人机群无情的打击。乌军这次的打击目标集中于俄罗斯电站，首先是韦什卡伊马501号变电站传来了6声巨响，目击者赶到现场，好家伙，变电站成了焚烧站。NASA 卫星图像也证实，电站至少2处燃起大火。除了韦什卡伊马，俄罗斯附近的奥米尔电厂再次遭到攻击。火力军之所以说在，是因为这家伙运气实在不好。短短1周，他已品尝过乌军2次炮火洗礼，现在是第3次。画面显示，电厂周围升起大火球，远处的城市甚至能拍到浓浓的黑烟。与此同时，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也突发大火，当地索斯诺沃博尔斯克4号火力发电厂被点燃。
不过该地区的俄军比较爱面子，对外宣称只是工厂发生了事故，多座变电站一起遇到事故。火力军也不由得佩服俄罗斯基建水平高超。现在的俄罗斯多个地区发生停电，就像火力军上期视频提到的那样，攻破俄后方能源就等于斩断俄罗斯经济命脉，打到俄罗斯没钱，就是让克宫服软停战的唯一契机。除了对后方的突破，战场前线红军村方向也取得进展。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报告，过去一天，乌克兰开展对俄突击队的歼灭行动，摧毁敌人16套设备，清理了26.6平方公里的区域。而在红军村城中，俄军的渗透依旧继续。俄军还是熟悉的配方，3人一组，将士兵成批往城里塞。乌克兰的反击也不客气。据战争研究所的报告，乌军的反击以阵地推进的方式为主，逐步蚕食渗透俄军在城中的据点，双方的阵地相互交错，形成实际上的对峙。除此之外，乌克兰军还从东西2个方向反击多部罗皮利亚突出部的底部，以此牵制俄军在该地区向北的推进。这就让俄第51空降师不得不将注意力分散到该方向，大大减缓乌军北方向面临的围攻压力。当然，目前红军村的具体形势仍不容乐观。从渗透作战到借助大雾挑起的摩托车作战，俄军的进攻依旧在继续。不过，乌军并不孤独，在前线战场之外，另一处看不见的战场，欧盟和美国正联手遏制莫斯科的影子舰队。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欧盟和美国正在商讨一项清算莫斯科影子舰队的行动。据马克龙所述，欧盟和美国正在协调加强对俄制裁的措施。之前的制裁已将俄石油踩到脚底，因此这次制裁主要针对偷偷摸摸的影子舰队。具体措施方面，美国继续施压俄能源贸易，制裁还在与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对于俄罗斯石油公司，则继续保以老权，如对卢克石油公司拆解，让其余公司购买其海外资产，从源头断掉俄罗斯石油业务发展的希望。至于欧盟方面，则往天然气方面发力，如法新社报道的那样，全面禁止俄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无论是制裁还是能源打击，都将俄罗斯经济冲击得千疮百孔。为了弥补财政漏洞，俄财政部想了个鬼点子，那就是以战养战，只不过这个战是战争旅游的战。根据莫斯科时报的报道，位于顿涅茨克俄战区的当局政府提出了一个很荒诞的赚钱路子，即战争旅游计划。该计划旨在为游客提供导览路线，带领他们游览2014年以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有关地点。别说屏幕前的各位，就连火力军刚看到这消息也愣住了。俄罗斯这计划通俗来说，就是让人家到他们的占领区浏览俄军士兵的军事荣耀。火力军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把入侵他国当成荣耀，甚至还想将其打造成旅游项目。但更讽刺的是，这计划还得到了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基里尔·马卡罗夫的认可。此人表示，预计到2026年，俄罗斯将向该项目投入超1100万美元，打造一系列旅游酒店。纵观顿涅茨克地区的状况，在俄军控制的80%领土上，大部分城镇都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地区还面临严重的燃料和饮用水短缺的困境。这些地方的居民每3到4天才能获得几个小时的补给。如此情况，俄罗斯首先考虑的不是恢复生产生活，而是大搞旅游业，也难怪大量俄战区居民纷纷逃向乌克兰。火力军对此不得不发出衷心建议，希望俄罗斯不要再浪费钱了。毕竟乌克兰的反击依旧在继续，而且越来越强烈。日后终有那么一天，乌克兰将会收复旧土，让这些地区恢复真正的荣耀。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怎样看待部分阵风战机将在乌克兰生产？您又怎样认为俄罗斯战争旅游项目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